哎呀，要过年了，我今儿往外一看，一算，距离我第一次领我大胖媳妇回铁岭过年正好10年。10年前也是这个时候，她乐呵的来到了铁岭。东北人过年一共3件事嘛，基本烫头、搓澡、拜年。完，我大胖媳妇刚到我奶家，我奶要出去烫头，我老公就问她：“奶奶你要干什么去？”我奶说：“我去把头烫了。你那头发不也烫的吗？”我老公居然好像听懂了，但是又没听懂，摸了摸自己头发说：“我头发不是烫的，我头发是凉的。”我奶说：“这孩子抬杠呢，这嗑让你唠的，那是人头发都是凉的。”我老公就问我说：“那他为啥非得不是人呢？”搓澡就更不用说了，搓澡，我大胖媳妇最爱干的事是搓澡。澡堂去事儿那太多了，我不说我有一次就我给他买的门票，人进去自己升级的套票，他出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做什么醋搓呢？你说你本来你就贼膻，你再加点醋，你是羊汤啊？他说是男师傅让我加的，说加醋下泥快。我看男师傅也挺辛苦的，我就加了。我就问他，我说男师傅是谁呀？他说好像姓南，叫斌二。我就寻思南斌二，就我们铁岭流动人口不多，就沈阳来的都属于外宾，那怎么会有叫南斌二这么日系的搓澡师傅名呢？后来我一听他描述，我听明白了，那个是手牌，就是人搓澡师傅往那一站，一来人他说南斌二一个搓澡，再来人南斌二一个醋搓，完他以为那手牌是师傅自己报的名呢，那搓澡师傅就叫南斌二嘛。第3件事就是走亲戚拜年嘛，他最愁的就是拜年的时候这个排辈儿，你要跟他说1姨、2姨、3姨，他还能排出来个1、2、3，你要跟他说大姨、2姨、老姨，立马完蛋，根本分不清。有一次他拉着我2姨语重心长的说：“2姨，你这些年跟我老姨夫有多好，我都看着了。”给我2姨吓一跳，人家2姨夫活得挺硬实的，你这孩子话可不能乱说呀。然后呢，拜年走亲戚最费心思的肯定是送礼，你得琢磨人家需要啥。你就比如说我小时候不矮嘛，我说过这事儿，就为了长个儿，我天天上单杠上挂着。完我这个个儿呢，上去得有人给我安上去，下来得有人给我卸下来。完有一年过年，我穿一身红嘛，让我爸给我拉单杠上了。对面老头离远看，以为谁在单杠上挂条衬裤呢。所以我不长个儿这个事儿，就铁岭就都知道了嘛。老张家有个张部长嘛。所以我小时候别人来我家串门的时候，就老给我买那种就儿童增高口服液什么玩意儿，就咱小时候有那种东西。反正我喝了一点用没有，不喝了。你说当时拜年那人也是，不如送点正经玩意儿。今年拜年就送又显品质又有营养的经典鲜牛奶，采用的75度巴氏杀菌和双膜锁鲜工艺，同样一杯鲜活营养是普通鲜奶的1.6倍，鲜奶喝的就是鲜活营养。送礼费心思，花钱别浪费，暖心不在贵，礼对情就对。今年春节，经典鲜牛奶还联合非遗苗绣，为大家送上了虎气上头的祝福。你看我这个虎头帽就是苗绣，好看不？新年了，新年呢，祝福我的小拿铁将来能长高点。他要是个小矮个像我似的，那他还叫啥拿铁呀？那就是个意式浓缩。借此机会呢，也希望大家的新年愿望都能达成。祝大家2022年腰包一定越来越虎，花钱可以越来越虎，虎气上头，越过越自在，越过越鲜活。最后，希望我虎年能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点笑声。彩铃提前给大家拜年了。我婆婆回加拿大临走的头一天晚上，高低要搓澡，不搓不行。我发现这外国人被汉化，往往都是一个不经意间就完成了。温蒂他们要走了，这是温蒂第3次来中国，第3次走。临走之前呢，提出了几个未完成的心愿，希望我能替他完成。都有啥呢？第一个就是搓澡。温蒂第1次来的时候，听到搓澡这个概念，吓得直哆嗦，他拒绝的很彻底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脏。温蒂第2次来开始动摇，为了壮胆干了1瓶啤酒，最后决定穿着泳装进去搓了个澡。给温蒂搓澡的那位搓澡大姐穿了一双红色雨靴和一套红色内衣，给温蒂搓服了。她是温蒂心中古中国掌管洁净的女神，温蒂记住了她。然后这次温蒂来第1天就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在加拿大这半年活得特别脏，这半年里每周我都试着搓一次自己，还让布莱恩进来给我搓，但是一切都不对。我需要那个穿着红雨靴的掌管洁净的女神。但搓澡这个事儿呢，我就一直懒得给它实现，我给忘了。铁岭的最后一天，温蒂看我不在，自己带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一个同事去找到了红雨靴，高低搓了一个澡，然后在2楼休息区把门票钱吃回来3倍，最后才满足离开，说自己争取半年内再回来还愿。姐姐，你让那个叔叔给豆牛奶了吗？奶奶说太贵了，我们没有加牛奶。那啥玩意呢？你下次找我，我给加奶。OK。他们在里边搓奶浴，我在家也得修护一下我自己。这几天被他们摧残的，我人都憔悴了。还好我有欧诗漫真白银美白套装，里面有从珍珠中提取的美白精华，能改善皮肤变黑，高效美白，不容易反黑，还有很多舒缓成分，上脸不刺激，贼舒服。温蒂临走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求我带他多吃几顿中国方便面，一定要加火腿肠。他说方便面这个东西，全世界中国无敌，就中国最好吃，甚至同样品牌的方便面在加拿大买回来都不是一个味儿。温蒂第1次来中国啥也不吃，每天就找薯片、冰淇淋和快餐充饥。第2次来开始爱上中国美食，但其实还是老外喜欢的那些，什么扬州炒
饭、牛肉炒面、饺子啥的。但这次来就痴迷于方便面配2块钱一根的火腿肠，还必须是2块钱的那种肠，贵的不行。哎，他们娘仨都是到哪儿就要方便面加火腿肠，痴迷到啥程度呢？最后我们回北京是从铁岭开车回的北京，那高速上每一个服务站人都太多了。我说那这咋整？要是饿就只能在超市买吃的了，给温迪乐坏了。他把方便面记成了方便面，他说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随地方便面了，随地方便面了。回到北京，温迪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临走一定要让他接一次张大铁从幼儿园放学。然后温迪就在幼儿园门口和别的孩子的姥姥奶奶一起等孩子们放学。然后晚上咱也不知道张大铁咋想的，突然间就来我屋跟我唠嗑来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奶奶和别的奶奶长得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奶奶是老外呀，那她肯定不一样啊。家怎么这么多外国人呀？这么多外国人呀？哎，你们见过外国人砍价吗？我大胖媳妇去市场砍价，被砍的老板都替她着急。在铁岭，她跟我妈一起去贸易城农贸市场买毛裤，老板开价398，大胖媳妇憋了3分钟，裤子都憋湿了，说378。老板也懵了，这老外好像是懂砍价文化，但是不多。我妈一看给他扒拉一边了，贵，一边待着，80卖不卖？老板一听放松了下来。哎，大姐，你这么砍我就放心了。我刚还以为你领个外国记者来拍真人秀呢。我老公惊了，居然替老板反砍我妈。人家成本下不来的，一条毛裤80 is not OK。我妈说，我看你像加拿大派来的大窝囊废，大窝囊废。我妈说你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呢。我老公说往里一拐，那不脑血栓吗？然后老板说姐，你诚心买，我诚心卖，你看这样。我妈不由分说拉着我俩就走。Jamie，我告诉你，砍价这个事儿就2步：一，出价就是对方要价的1/5；二，看对方急没急眼，急眼了就说明底线被掏了，没急眼就说明你给价给高了。你看老板乐呵的，那就是给高了。然后老板就开始往回叫俺。3分钟之后，我妈100块钱买了2条。那一刻，我老公的三观崩塌了。那一刻，他觉得他丈母娘赐予他的不是毛裤，而是从此他行走江湖需要的一双腿。虽然他线下是社恐，不会讲价，一到线上社牛，学到那点知识点，激情四射。第一次进直播间就把功力用错地方。人家直播间美女说：“老铁们，来扣个1，我给你们谈到了价格，以后29块9秒杀。”我老公看着屏幕也不秒杀，开始算。丈母娘的教诲萦绕耳边呢，29块9等于30，然后我只给1/5，30除以5，算了1分钟，最后在直播间打个4块钱。我刚开始还看不出来他是口算还是心算，后来证明了是珠算，是珠算。我说直播间是不砍价的，再说为什么是4块钱呢？他说30除以5吗？等于4吗？我说文30除以5不是6，而是4啊。他说文我不是老外，而是老铁呀。反正占便宜这事属于他终生所好吧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占便宜这个领域，我婆婆才是鼻祖。但是鼻祖居然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为他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现象——双11。前几天我婆婆给我老公推荐了一个什么生发膏，我老公说我先收藏先不买，因为Double11更便宜。我婆婆说儿子，你这你是退化了吧？最便宜的不是7-11吗？7-11吗？然后大胖媳妇就开始文化输出了，然后温迪就疯了。他们娘俩跨着16个时区，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着比价。我让我老公给我爸买瓶好酒，我让他搜的是贵州特产茅台酒。我老公这边拼命比呀，我婆婆那边也加入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，27条我婆婆的未读短信，说她找到了全网最低价，39块钱4瓶。我说就是铁岭茅台也不至于这个价，你搜的是贵州特产吗？我打开链接一看，还真委屈他了。人搜的时候贵州特产还在，但搜索过程中茅台丢了。我婆婆替我搜到了全网最便宜的老干妈，倒确实是贵州特产。我妈看见我大胖媳妇和他妈这样都快疯了，就很不理解。我妈说：“你说我线下讲价就完事儿了，咱咔雷厉风行。你说你俩搭了一整天时间挣个25块钱，你干点啥不好呢？时间就是金钱。”我大胖媳妇早有词：“时间就是金钱，但金钱就是金钱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但是我没有钱。你说我除了工作以外也很难打工赚外快。辅导英语行业颓废了，开网约车驾照错位了。你别老画那个时间的饼啊 ，time 可能造 money， 也可能不造。我30多年的 time 就没造出很多 money， 只造成了毛发变形。money 也没翻地方，只造成了脂肪肝。我是觉得吧，赚钱不容易，花点时间省钱这个事儿没有毛病。但主要是现在是购物网站的优惠方式，凑单满减膨胀金太难算了。反正就以我这数学水平，最后就是时间也没了，钱也没省多少。所以我觉得省钱还得是东北大妈。她丈母娘除了1/5法，还有淘特兜底法，比来比去还是淘特便宜。想买啥直接就买，搜索的商品只要看到节目表，直接下单就是便宜，还有机会赢免单。双11期间省时又省金，这个 APP 属于实金。哎呦我的妈！省钱比价谁更强？淘特的广告怎么样？